大家好，我是王美姬老师，今天要来教大家制作出有着像棉花糖一般口感的牛奶馒头。这款馒头的配方非常自然营养，完全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物，你可以放心的做给你的家人来吃。它的制成属于直接法，可以在快速短时间内完成我们的成品。经由适当理想的发酵之后呢，可以有着像棉花糖一般 Q 弹的口感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需要的原材料有哪一些。我们需要牛奶、酵母粉、细砂糖、中筋面粉和花生油。牛奶的部分，我们采用的是全脂牛奶，它会让面团更加柔软、更加亮白。如果说孩子对于牛奶是会过敏的话，我们可以换成豆浆或者是水。只是需要留意的是，改成豆浆跟水的时候，它的分量要减少5到10克。酵母粉的部分，我们采用的是快速即溶酵母粉，它的颗粒非常的细致，活性也非常的好，所以不需要先用温水唤醒它。细砂糖的部分，在配方中的糖量是微甜的口感，如果你希望吃得更加养生，可以少糖或者不加糖也可以。中筋面粉的部分，如果你在国外买不到中筋面粉的话，你可以采用高筋面粉跟低筋面粉各混合一半的方式来制作。最后使用的是油脂是花生油，这个油的香气会有花生独特的味道。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味道，可以换成一般的色拉油或其他的植物油都可以。材料称量好之后，我们来制作面团。今天是利用搅拌机来帮我们搅拌。如果家里没有搅拌机的同学，你也可以换成手揉。等一下会示范手揉的手法。我们先把搅面缸拿出来，依序加入我们的食材。先放入我们的牛奶，全脂牛奶里面有乳脂肪，它是天然的乳化剂，可以让面团更加的柔软。再来用撒开的方式倒入我们的酵母粉，这样酵母粉比较不容易结块。再来是细砂糖，有糖分的面团会更加柔软。中筋面粉一次性加入，不需要提早过筛。最后放入的是油脂，不同的植物油会有不同的风味，这样就可以开始搅拌我们的面团喽。我们来搅拌我们的面团，机器搅拌面团的时间大约抓10分钟上下，前面5分钟会用慢速搅拌，后面5分钟会用中速搅拌，最终停止搅拌的时间要以面团的光滑程度来决定。那我们启动我们的搅拌机。先从慢速开始搅拌5分钟，起初的时候面团会呈现连续状，然后会慢慢的大致成团，5分钟左右会成为一团的状态。我们需要调整成中速，把面团搅拌得更加光滑一些。如果说持续还是有干粉的话，可以加些水分进来。再继续搅拌5分钟之后呢，面团就会变得更加的光滑。只要是光滑的状态，就是面团搅拌完成了。如果说不够光滑的话，可以续打2到3分钟，直到面团光滑为止。面团搅拌到光滑、柔软、亮白就可以拿出来了。搅拌好的面团会呈现像这个感觉，柔软，略有一些的粘性。我们今天的搅拌时间大约在10分钟左右，因为每一台机器的转速都不相同，大概控制在10到15分钟内是都可以的。尽量以停止搅拌的时间是以面团的状态来判断它非常的光滑亮白，就是搅拌好了。因为面团如果过度搅拌的话，它会升温，升温之后的面团呢就会有很多的气泡，那这样的气泡会影响到我们的成品的外观。发酵的时间会因为面团搅拌完的温度、面团的水分含量、制作速度、室温而有所不同。搅拌温度越高，发酵越快；搅拌的温度比较低，则发酵比较慢。面团的水分含量越高，发酵会越快；水分含量低，则比较慢。制作速度如果比较快的话，需要比较长的发酵时间；如果动作比较慢，则需要比较短的发酵时间。室温越高，发酵越快；室温比较低，则发酵比较慢。最终判断发酵完成，建议还是以馒头摸起来柔软有弹性的触感为准。
我们今天的制成属于直接法，所以是不需要预先经过发酵的。那我们的配方的分量呢是使用了2倍的分量来搅拌，因为量如果太少的话，搅拌机是打不到面团的。那如果是手揉的话，一半就刚刚好。那我们先把一半切割出来。切割好的面团，我们放入保鲜袋中，先冷藏备用。我们来操作其中一半的面团，因为初学的同学动作会比较慢。如果我们在发酵完成前还没有制作好的话，面团容易过度发酵。那这个配方的量一半大概是可以制作5颗馒头的分量。那初学的同学也比较能够在有效的时间内完成我们的面团。接下来我们来做分割的动作，先将面团裹成长条状。取每一颗大约50克上下来称重。切割好的面团，记得一定要用保鲜袋把它覆盖起来，防止它吹干结皮。配方中都会有预留一些小的面团，这个面团我们来做调色用面团。等一下的白馒头加一些创意小变化之后呢，把它变成一朵有心形的云朵馒头。那这份小面团也包起来。我们取其中一份小面团出来，那我们来学习3个非常重要的手法。如果你可以把这3个手法掌握起来的话，你的成品会非常的亮白光滑。第一个动作叫做排空气，首先将面团置于桌面，然后我们身体可以微微的往前倾，用身体的重量去压它。那向下向前滚压我们的面团，当面团滚压成长条状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将面团两端收进来收口，再压一次。这个动作重复大约3遍左右。滚压好的面团呢，会呈现非常亮白紧致的状态，它的颜色也会比没有滚压的面团更加白一些些。我们来比较一下，会略微白一个色阶出来哦。那滚压好之后，就可以进行下一个动作收口的动作了。收口之前，先用手掌将面团压扁。然后把面团的4周围呢，向中心点折进来。折的时候，用手掌的内侧折叠它，沿着面团的4周围一点一点往中心点收。力度的部分不需要太大力，略微出力就好了，否则你的面团周围容易破裂。大约2圈之后，你会感觉它的体积越来越小，然后呢，周边呈现光滑的状态。翻面检视一下，底部会呈现像这样子的感觉，犹如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光滑，代表你的口就已经收好了。面团收口好之后呢，就可以进行下一个动作滚圆了。因为桌面会比较滑，我们可以准备1小份牛奶作为粘黏的材料，点在桌面上，再来做滚圆的动作。它可以把面团底部的口收得非常紧密。我们手部沾取少许的牛奶，点在桌面上来，将面团放上来，然后呢手呈一个“C”字状，握着面团转圈圈。这个力度要稍微施一点力，这样子一律面团可以长高塑形。大概滚个3、4圈之后，翻过来看一下。滚到像这个形状，有点像肚脐眼的形状，代表你的口就收好了。收好口之后呢，如果你希望你的馒头蒸完之后是圆圆胖胖白白的，那你可以做下面这个动作，略微用双手合十，把面团向内挤压的动作，继续将它推高，这样在经过醒发蒸制之后的形状呢，会维持的比较立体。滚好的面团，我们就准备一张馒头纸，把它放上来。馒头塑形呢，尽量把它塑得高一点点，因为它经过发酵之后呢，会横向发展，会变得比较矮。那略微推高之后呢，蒸完之后的外形会比较圆润一些些。那做好之后，记得一定要用袋子把它盖起来，防止表面干燥结皮。我们就依序把剩余的4份面团一样的塑形推高，重复一下刚刚的动作。第一个步骤是压空气，向下向前滚压我们的面团。变成长条状之后呢，收口进来，重复这个动作大约3遍左右，略微用掌心先压扁，然后沿着4周围把它收进来。收的时候力度适中即可。接下来就可以做滚圆的动作了，记得点一些牛奶的桌面，增加摩擦力跟粘性，然后可以把面团滚得稍微高一点点，底部的收口可以尽量收得小一点，它可以让馒头发酵跟蒸煮之后呢比较挺立。这样就滚好第2颗，一样照刚刚的方法，把它略微推高一些些。推的手法呢，双手记得是稍微合十，略微向内使力，轻轻的搓动它，像这个形状就可以了。那它现在高度看起来比较高，那发酵跟蒸煮之后就会是一个圆形的形状。以50克面团的馒头来说，推高的高度大概在5公分上下，我们可以拿一把尺来测量，这个高度就可以了。
那全部塑形好之后呢，白馒头的整形就完成了。如果只是要做白馒头，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发酵了。那我们今天来些创意小变化，来做出几颗有心情的云朵馒头。那我们取大约3颗。我们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小工具，是刮板。那可以用刮板来帮它做塑形的动作。那塑形的时候呢，我们取其中1颗，稍微把它压扁一点点，沿着这个面团的四周围呢压4条线。那记得手掌要顶在它底下，从头部压出4条线来。压的时候呢，可以中间那个宽度略微宽一些些。那压第1遍是压痕迹，那要多压2次，是压它的深度，因为它等一下会发酵膨胀之后呢，纹路会变得比较不明显。压好之后呢，云的外形就有了。我们再把它再按的扁一点点。另外2颗也一样做出这个形状来，压扁它，然后从头部压出痕迹来。再来加强我们的痕迹，压深一点点，然后轻轻的把它压平它。这个时候的云的雏形就已经完成了。我们再来帮它做上眼睛跟嘴巴，让它看起来笑眯眯的。那我们需要一些调色粉，今天准备的是可可粉跟红曲粉。可可粉可以调出棕色来，做它的眼睛跟嘴巴的部分。那一点点的红曲粉呢，可以调出粉红色来，装饰它的小腮红。那我们拿刚刚剩余的一些小面团，取1小份就好了，大概抓个2克左右就够了。加入1小份的可可粉。这个时候面团加入粉之后会变得比较干，我们需要适当加入一些些的牛奶，大概加个2、3滴就可以了。然后把面团跟牛奶还有粉揉在一起。刚开始有些湿黏不要紧，面团会逐步把水分吸收进去。那调色的部分我们要边调边看颜色是不是我们想要的。如果颜色还比较浅的话，可以再加一些粉末进来，再继续把它调开来。这个面团很小，所以我们只要把它搓揉开来，颜色就可以化开了。调到像这样子，整份面团呈现棕色，颜色均匀，就是调好了。颜色调好之后呢，我们要把它放置在保鲜膜底下，防止它吹干结皮。那要把手洗一洗，来调第2份粉红色的面团。粉色面团我们取大概2克左右，加入少量的红曲粉。红曲粉加的量如果比较多呢，就是鲜红色；那加入比较少就是粉红色，所以量记得少少一点点就够了。然后把它搓揉开来。搓揉的时候也可以像是我们刚刚压空气的方法，搓长，然后2头收口的方式，这样子颜色可以比较快速混合均匀。像这个状态就是混合好了，它会呈现淡淡的粉红色。2个颜色都调好之后呢，就来装饰我们的云朵。那它先需要做眼睛。装饰之前呢，一定要记得准备好牛奶。牛奶对于我们的造型馒头来说，就是我们的胶水。现在脸部擦上少量的牛奶，记得把它要涂开来。这个时候呢，取我们的棕色小面团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每个眼睛大概是绿豆大小。那我们做的时候呢，可以给它不同的心情，有的可以张开眼睛，有的可以闭着眼睛或者眨眼睛都可以。那搓的时候建议大家同时把圆形搓好，这样子会比较能够接近大小。滚好之后的圆形呢，我们把它装饰在脸部中间的位置，然后轻轻把它压平一点点，让它服贴在脸上。再来做一个眨眼睛的云朵，1颗小小的圆形先贴上来，然后我们来做线条。线条的搓法呢，是将面团放在手掌心，轻轻的把它搓长。搓好之后呢，拿一支牙签，把面团在中间的部位取一段比较平均的宽度，大概是0.5公分上下，然后放在眼睛的另外一边，稍微往内推，把2个边边拉好。最后我们来做一只有点笑眯眯的眼神，一样把面团搓成细长条状，用牙签截取2段，一样的长度。然后把它贴在脸部，我们把它有点像它笑笑的睡觉的感觉，所以弧度向下。另外一边也是用牙签移动我们的面条，会比用手指更方便一些。然后可以调整它的角度。眼睛做好之后呢，我们就来做嘴巴，一样搓出细的线条来，取大约1公分上下，用牙签把它挑起，粘在嘴巴的位置。那记得弧度要朝上，看起来是开心的脸蛋。嘴巴的笑容做好之后呢，我们就来做它的腮红。如果你手上有可可的颜色，记得要擦干手。那取2颗小小的面团，大概比绿豆的再小一点点就可以了，搓成圆形。搓好之后呢，我们把它放在脸蛋的位置，左右对称一下，然后把它压平。
另外2颗也是这样把它做起来。我们贴好之后，记得一定要做一个动作，就是把它要压平一点点。这样子，我们的粉红色面团呢，会跟白色面团融合在一起。是最后1颗的小腮红。像这样3颗非常心情好的云朵就做好了。它有看着你的，有眨眼睛的，还有要睡觉的表情。造型做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要进入发酵阶段了。这个阶段非常的重要，它是中式发酵面点的灵魂。如果没有经由理想的发酵，它蒸完的成品是不能吃也不好看的。那如果发酵不足的话，蒸好之后偏黄偏硬，像石头一样的口感。那如果过度发酵之后呢，会非常的皱皮，它的表皮是不光滑、不透亮的。那经由理想的发酵，才可能蒸出又白又胖又滑的馒头来。那我们先把造型好的馒头放到蒸笼里面来，先把它盖起来，防止它表面干掉。那放的时候要记得要保持一些距离，尽量馒头纸不要重叠太多，不然等它发酵完之后呢，蒸煮好，体积长大之后，它就会连在一起。如果锅子不够大的话，建议大家分批蒸，你可以先蒸好1半的分量，那另外1半蒸好之后再把它放进来继续蒸就可以了。那如果说一次蒸不完的话，还有1半暴露在空气当中是不可以的，记得一定要用保鲜膜把它盖起来，这样子表皮才不会破裂。那放好之后呢，就要把盖子盖着了。那我们来准备水的部分。水的部分我们要先讲一下水量。蒸馒头的部分水量不用太多，大概3公分左右的水位就可以了。我们把水倒进来，加入水量大概到锅身的3公分左右就可以了。不管是炒菜锅或汤锅，大概都是这个高度就可以了。那因为我们蒸煮的时间并没有很长，所以在蒸制完成之前都不会烧干水的。那我们来启动我们的火源。我们需要把水温加入到大概45度左右，如果没有温度计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就用手温来测量它，手在表面滑动它，感觉到有温热的感觉，不会烫手的程度就可以关火了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蒸笼摆上来做发酵的动作了。如果今天我们使用的锅具是不透气的锅盖的话，那记得要留一个空隙，大概1指宽就可以了。它可以调整里边的湿度。那发酵的时间大概抓1个小时上下。那因为每个人制作的速度快慢、室温都不太一样，所以还是要灵活调整它。那如果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，会比天气冷要发得快一些些。所以我们大概判断的方法是会以手感判断跟体积判断这2种方法来测试它。那大约等1个小时之后再过来看一下。发酵的期间呢，我们来手工揉面。手工揉面的时候，我们准备好材料之余呢，准备好一个玻璃碗或一个大的钢盆也可以，一个橡皮刮刀或者筷子也可以。我们来依序加入材料，先倒入牛奶，再来是酵母粉，记得放的时候是撒开来放，这样比较不会结块。再来是细砂糖，这个时候呢，摇晃一下我们的玻璃碗。让细砂糖跟酵母粉大致平均分布在我们的牛奶当中，简单摇晃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们来倒入中筋面粉，一点点的花生油，然后开始搅拌我们的面团，用橡皮刮刀沿着边缘处把面粉往中间混合进来。如果没有橡皮刮刀，用筷子或用手也可以。搅拌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留意一下水分的比例是否适合。如果前面1-2分钟它大概成为像这个状态，水量就是适合的。如果它1-2分钟干粉还是非常的多，代表你水量有一些少，要酌量增加一些牛奶的用量。面团像这样大致成团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移动到桌面来揉面了。揉面的手法呢，要像手洗衣服一样，先搓揉它。那建议大家身体要微微的向前倾，揉面建议大家要用身体的力量来揉，这样子手腕的负担才不会太重。揉的时候呢，尽量把面团先搓拉开来，然后折叠回来之后，换一个方向继续搓揉它，反复这个动作，直到面团变到光滑柔亮为止。手揉的时间大概也在10分钟上下。如果我们手揉的动作比较轻或速度比较慢的话，大概在15分钟左右要揉好它。否则的话，面团会充满了气泡，温度会太高。如果温度比较高的面团蒸完之后的成品呢，也会气泡比较多一些。面团揉到大致光滑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把它用滚压的方式，让它的筋性再稍微强健一点点，也会比较密实一些些。
可以像前这样滚成长条状。那滚的时候呢，身体要尽量往前倾，用我们的体重去压它，你的手腕就不会太酸喽。大概压个1-2遍就可以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的面团就基本上揉好了。那可以把它简单收一下口，看一下揉好之后的面团的感觉，柔亮，然后略有一点点的粘性，就是揉好了。接下来就可以跟刚才一样进行分割、塑形、发酵的动作了。我们就继续来等待刚刚发酵中的面团发酵完成。那如果同学有蒸汽烤箱或者发酵箱的话，可以直接设定为温度30度。如果可以调节湿度的话，湿度调整为60%，同样发酵时间为1小时。经过1个小时之后呢，我们的馒头就发酵好了。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状态。判断馒头是否发酵完成呢，有2个方法，一个是体积判断法，一个是手感判断法。体积判断法呢，比较适合于圆形的馒头，它只要成长为原本体积的1.5倍大就可以开始蒸了。以我们今天配方当中50克的面团来说，刚刚滚好的圆大概是在4公分左右的直径，只要它长成6公分就可以开始蒸了。我们用一把尺来测量一下，我们横向测量它，只要它的圆的直径到达6公分就可以开火。那另外一个判断方法叫做手感判断法，它比较适合一些比较不规则的造型，比如说云朵。那我们轻触云朵的侧边，那轻轻压它会慢慢弹起来，如果压得很大力，它会凹下去，这个时候就代表发酵完成。那我们准备盖起锅盖来蒸煮。火力的部分我们用中火，全程蒸至18分钟。水温的部分的话，是从温水起蒸，就是刚刚发酵完后的温度直接开始蒸，不需要煮滚它。我们今天所使用的锅盖呢，是不透气的玻璃锅盖，它的缺点就是容易把水珠滑落下来，掉在馒头表面。那如何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呢？有2个方式，一个是可以在表面包一层布，让它可以把锅盖包覆起来；另外一个方式呢，就是把锅盖稍微倾斜。我们像这样把竹签放在锅盖侧边，微微的把锅盖垫起来一些，让它可以透气就可以了。时间到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来关火。关火之后呢，千万别急着马上开盖，要让它冷却3到5分钟，慢慢降温之后再来开盖，以防止瞬间开盖之后呢，冷空气冲下去会造成热胀冷缩。在冷却的时候呢，我们来准备好凉架跟一个盘子。凉架呢，等一下用于给馒头散热，那盘子的部分可以来承接锅盖上的水滴。那现在冷却好了，我们来开盖。先把我们的竹签拿走。锅盖呢，不要瞬间掀起来它，水平的轻轻滑动它，让它移开就好了。那多余的水呢，滴到盘子里边去。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馒头拿出来了，因为已经冷却过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不会那么烫手了。那建议不要再放置的更久了，在蒸笼里边，因为如果放置的很久的话，蒸笼底部的水会进到馒头底下，就会变得非常的湿黏，口感就会变差了。这个时候的口感是最理想的，趁热吃是最好吃的，它的口感真的像棉花糖一样 Q 弹。如果我们当餐吃不完的话，可以把它冰起来，放在冰箱冷藏室可以放3天，冷冻可以放1个月。那记得保存的时候用密封袋把它包起来，比较不会干掉。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棉花糖牛奶馒头。如果你也做出了成功的作品，别忘到 T 瑞家的微信公众号所对应的视频教程下交功课哦。下一期节目，美姬老师会教大家制作出更可爱的立体造型馒头。我们下次见。